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在去年 ，Sabrina 一代凭借她神似 Kobe 8的外观大获成功。虽然是女球员的签名鞋，但是球场上的上脚率一点也不虚其他 NBA 巨星的签名鞋。在发售初期还出现了溢价的现象，热度是真的高。而今年耐克也彻底不装了，直接把科比5代的设计图做了一点小修改，在材料方面稍微偷工减料一下，就出来了这一双 Sabrina 2代。不管是远看还是细看，你都能在这一双鞋身上找到科比5代的影子，甚至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一双鞋称作是科比5代的简版。但是如果你想着要用这一双鞋来平替科比5代，颜值方面确实可以，但是在实战方面，我劝你就不要多想了，好吧？配置跟上一代相比有着些许的下降，全掌的 Cushion 加上前掌一块 Zoom 气垫，没有继续使用上一代的 React 框架，也确实去年在一代身上使用的那一副 React 体验真的不咋地，脚感又不好，缓震也不行，就算说它是一无是处，也完全不过分。而这一代用了全掌的 Cushion 之后，确实让它有了更好的脚感，在第一次穿上脚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中底的柔软。同样，因为 Cushion 相对较软的材料特性，这一代前掌的这一块 Zoom Air 在体感上更为明显，不管是在静态体验下，还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都能感觉到前掌气垫的弹性。在发力突破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前掌气垫所提供给我们的力反馈，感觉非常棒。而且因为中底更软了，中底的过渡也会比上一代更加流畅，不管是跑动还是蓄力起跳，中底的力传导都很顺，很丝滑，不会有脱节的感觉。但是跟上一代一样，大底的造型依旧比较平，不管是鞋头还是后跟都没有太高的上翘幅度，它依旧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比较出色的滚动感，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它跟科比5代在结构方面差距最大的就是这一点，其他地方几乎都一样，偏偏在这个方面没有照搬过来。我也猜不透耐克到底是在想什么，难道是怕什么都搬过来了会影响到科比5代的销量？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吧，毕竟这两双鞋所针对的目标人群并不相同。中底的重心依旧跟上一代相同，依旧十分贴地，场地感非常棒，再加上它优秀的反应性，毋庸置疑，这就是一双保底快靴。并且相比上一代，它在缓震以及足弓支撑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提升。虽然在后跟处依旧只有泡棉，但是在我这一段时间的体验下来，缓震并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缓震的极限还是缓震的力度，对于我来说都刚刚好。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会有轻微的震脚感。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那可能这一双鞋没有办法满足你对于缓震的需求。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外线球员来说，这样的缓震已经足够用了。而足弓处大面积的橡胶上扳，以及相比上一代进行了一定优化的两侧飞线，都能很好的提升球鞋的足弓支撑。上脚之后，能明显感觉到球鞋能提供给我们比较明显的在足弓部位的承托感，并且在运动的过程中也不会出现像上一代一样的足弓拉扯，这一点值得表扬。当然，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提升并不是这些，而是它的鞋脚一体性。低帮造型7对鞋带孔，跟科比5代完全相同的鞋带设计，造就了这一双鞋出色的中后段锁定。后跟的钢宝也能很好的夹住我们的跟骨，整一双鞋的中后段锁定非常出色，球鞋能够牢牢的锁住我们的后跟，再加上它脚踝两侧硬度不错的鞋面，对于变向挡或者是节奏流打法的球员来说，脚踝能够得到非常到位的支撑力度，再加上它跟上一代一样平整且宽大的大底，别看这只是一双低帮鞋保护性并不会差，而且它在保证了脚踝灵活的前提下，还尽可能的给到了我们出色的安全性，真的非常棒。而它这一个出色的中后段锁定，再加上它单支42.5码仅为350克的重量，穿上脚的感觉就2个字：轻质。而且它的整体重量分布非常均匀，上脚之后的体感重量，我觉得完全不逊色于李宁家单支42码在300克以内的伽马。伽马的重量在数值上确实足够轻，但是它的后跟锁定并没有那么出色。这一双 Sabrina 2代的体感重量表现绝对是跟伽马相当的，也是顶级的存在。OK， 上面说了这么多它的优点，了解我的兄弟一定都知道，那接下来就是泼冷水的环节了。看了上面这些优点之后，已经忍不住想要去购买的兄弟们，再等一等，先把剩下的视频看完，再决定是不是要去下单，好吧？
首先第一点，球鞋前半段的锁定并不出色，球鞋的鞋楦属于微宽的鞋楦，确实可以适配大部分的脚型，但是由于鞋头上方的空间实在有些偏大，脚趾在鞋内可以随便乱动，在做变向或者是急停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位移。好在这一种由 TPU 丝编制而成的鞋面在强度方面有保证，在侧面的受力点位置处还加了热熔材料进行补强，并且在鞋头处还做了中底的橡胶上翻，保证了它鞋面的支撑力度，在做动作的时候，鞋面能够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所以这个问题啊，只能算是一个小问题，还算能够接受。而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厉害了，就是它的中底刚性非常的糟糕。在刚拿到这一双鞋的时候，我尝试着去扭动了一下这一双鞋，在新鞋的状态下，它的刚性很高，用手几乎没有办法将它扭动。我以为它起码能够保证有跟上一代持平的强度表现，但是在穿上它打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之后，整一双鞋的中底刚性就会出现急速的崩塌，完全没有任何抗扭可言。虽然在官方的拆解图上面可以看到，它在中底的中足部位确实放置了一块支撑片，但是我们根本不需要怎么去用力啊，就能把它扭成任何我们想要的形状，这你受得了吗？穿它打完球，双脚会特别的疲惫。每一次穿它训练完或者是打完球，我回家都要踩特别久的筋膜球。每一次变向，每一次侧向急停，我们都只能用自己的双脚来对抗停止下来那巨大的冲击力。球鞋几乎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任何支撑，任何帮助。这一双鞋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我对于强度的需求，即使是训练，我也不会选择它。像我这样每天都要打球的人，长期穿着这样的鞋款啊，会给我的双脚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打脚，一定会得足底筋膜炎。当然，如果你平时打球强度比较小，体重也比较轻，那可能这一双鞋的强度对于你来说也足够用了。但是我个人不会推荐大家去购买这一双鞋。我不希望看我视频的兄弟们因为脚底下的球鞋强度不够而造成足部的伤病。如果因为这样而影响到大家进步，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好吧？希望看我视频的兄弟们都能选到对的鞋款。Sabrina 2代，我的评价跟上一代几乎相同。确实，它在外观方面可以做到平替科比5代，但是也仅仅只是外观罢了。当然，不得不说，这一代在上一代的基础上确实做了非常多的提升，比如说整体的鞋脚一体性，比如说中底的脚感啊、缓震啊、支撑啊等等一系列都有着明显的提升。但是它中底强度方面的衰减是致命的缺陷。即使你打球的强度没有我大，即使你体重比我轻非常多，那在穿了10场球左右的时间啊，它的强度也一定会出现大幅度的衰减。当然，如果你完全不在意，你觉得这一点问题啊只是一个小问题，那我也不会拦着你，也拦不住你，对吧？我只希望能劝一个是一个，尽量别买就是了，好吧？如果后续这双鞋能够推出什么加强的版本，不过啊，耐克跟我们国产品牌不太一样，好像几乎不会出什么补救的版本。但是如果后续真的能有中底强度提升之后推出的一个鞋款，那一定会是一双非常不错的实战篮球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